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林峰，你什么职位？王部长站在办公桌前，语气带着明显的轻蔑。林峰停下收拾文件的动作，缓缓抬起头，整个办公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王部长，明天你就知道了。林峰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王部长愣了一下，随即冷笑：都被开除了，还装什么？一个小职员而已，是吗？林峰继续整理东西，嘴角微微上扬。那我们明天总公司见。王部长脸色瞬间变了。总公司？这个即将被赶走的员工为什么要说明天总公司见？办公室里的窃窃私语声更大了。没人注意到，林峰在收拾最后一个抽屉时，悄悄装进纸箱的那个黑色文件夹。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周五下午4点50分，华远集团下属分公司的办公楼里，大部分员工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林峰正专注地核对着手头的数据报表，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林峰，请立即到人事部。电话那头的声音公事公办，透着不容置疑的冷漠。林峰放下笔，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这个时间点被叫到人事部，通常不是什么好事。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平静地走向人事部办公室。林峰，经公司研究决定，你违反了公司相关规定，现在通知你被开除，请立即收拾个人物品离开。人事部张经理拿着一份文件，机械地读着上面的内容。违反公司规定？林峰皱了皱眉头。半年来，他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作认真负责，从未有过任何违规行为。请问具体是什么规定？林峰问道。这是公司决定，不需要解释。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张经理显然不想多说，保安会协助你办理离职手续。林峰没有再问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他的平静让张经理有些意外。通常员工听到这种消息，不是争辩就是情绪激动，像林峰这样淡定的并不多见。消息传得很快，当林峰回到自己的工位时，整个办公区的氛围已经变得微妙起来。同事们有的假装忙碌，有的则用余光偷偷观察着他。怎么回事？坐在旁边的小李低声问道。被开除了。林峰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语气轻松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小李张大了嘴巴。林峰入职虽然只有半年，但工作能力有目共睹，而且为人低调，从不与人发生冲突。怎么会突然被开除？有原因吗？小李压低声音。他们说违反公司规定。林峰将一些私人物品装进纸箱。具体什么规定？不肯说。办公区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声，大家都觉得这是蹊跷，但没人敢公开议论。在这样的国有企业里，人事变动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内部斗争。普通员工最好的选择就是明哲保身。林峰继续收拾东西，动作不紧不慢。他翻开抽屉，里面除了一些常用的文具，还有几个文件夹。其中一个黑色的文件夹看起来有些特别，比其他的要厚一些，封面上似乎还有什么标记。林峰将这个文件夹单独拿出来，仔细检查了一下，然后放进了纸箱的最底层。就在这时，业务部长王建军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王建军40多岁，在公司工作了15年，是典型的老资历。他平时说话声音很大，喜欢在下属面前显示权威。对于林峰这样的新员工，
他一向是不屑一顾的。哟，这不是我们的林大才子吗？王部长走到林峰的工位前，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听说要离开我们公司了。林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继续收拾东西。哎，年轻人啊，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总想着投机取巧。王部长的语气充满了教训的意味。在我们这样的国企，最重要的是服从管理，按规矩办事。周围的同事都低着头，假装在忙自己的工作。大家都知道，王部长平时就看林峰不顺眼，现在终于有机会发泄了。林峰依然没有回应，只是将最后几个文件装进纸箱。他的平静让王部长有些意外，也有些不爽。按照他的预期，林峰应该会求情或者辩解，这样他就能更好地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林峰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这个即将被赶走的员工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镇定。林峰，你什么职位？王部长突然问道，语气带着明显的轻蔑。整个办公区瞬间安静下来。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却带着强烈的羞辱色彩。王部长是在提醒所有人，林峰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职员而已。林峰停下手中的动作，缓缓抬起头，他的眼神很平静，但那种平静中却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力量。王部长，明天你就知道了。王部长愣了一下，随即冷笑，都被开除了，还装什么？一个小职员而已，是吗？林峰站起身，拿起纸箱，那我们明天总公司见。总公司？王部长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什么总公司？这个即将被赶走的员工凭什么说要在总公司见面？办公室里响起了更大的议论声，同事们面面相觑，都觉得事情不对劲。小李悄悄问身边的同事，他为什么要说总公司见？不知道，可能是气话吧，但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说气话啊。林峰没有再说什么，提着纸箱走向门口。在经过保安室时，值班的老张主动为他开了门。林先生，路上注意安全。老张的态度异常恭敬，这个细节被王部长看在眼里，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为什么连保安都对林峰这么客气？老张，你为什么叫他林先生？王部长走过去问道。老张愣了一下，有些紧张地说，习惯了，习惯了。但王部长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林峰离开后，办公区里的议论声并没有停止，大家都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反常。你们说，林峰为什么那么淡定？财务部的小王问道。还有，他说什么明天总公司见，这是什么意思？小黎也觉得困惑，会不会是他有什么背景？有人小声猜测，什么背景能有？半年前才入职的新员工。王部长听到这些议论，心情更加烦躁。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开始回想林峰刚才说的话。明天总公司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王部长在华远集团工作了15年，深知这个庞大国企的复杂性。总公司的人事调动往往意味着高层的决策，而普通员工是不可能有机会到总公司的，除非……王部长不敢往下想，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人事部张经理的电话。老张，林峰这个人，你了解吗？不太了解。半年前入职的，档案很简单。张经理的声音有些疲惫。怎么了？他刚才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说什么明天总公司见。王部长压低声音，你觉得他是什么意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应该就是气话吧。张经理最终说道。
被开除的人说些奇怪的话，很正常。但王部长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挂断电话，开始在电脑上查找林峰的相关资料。林峰的档案确实很简单，32岁，研究生学历，之前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入职时的推荐信来自总公司，但具体是哪个部门，档案上写得很模糊。推荐信来自总公司，王部长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一般情况下，分公司的员工招聘都是自主进行的，很少有总公司直接推荐的情况。而且，林峰的薪资等级也比普通的新员工要高一些。王部长想起了林峰平时的表现，这个人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工作能力很强，但从不主动表现。与同事关系不错，但从不参与任何小团体。最重要的是，他似乎对公司的各种内部消息都很敏感。有几次开会时，王部长注意到林峰总是在做笔记，当时觉得这个人工作认真。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笔记的内容会不会有问题？还有一个细节，林峰的电话经常响，而且每次接电话时，他都会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话。王部长曾经好奇地想听听内容，但从来没有成功过。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王部长决定打电话给总公司的一个老朋友，打听一下情况。老刘，我是建军。王部长拨通了总公司人事部刘主任的电话。建军啊，好久没联系了，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吧？刘主任的声音很热情。还行，我想问你个事。我们这边有个员工叫林峰，档案显示是总公司推荐的，你知道具体情况吗？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林峰，刘主任的声音变得谨慎起来。你问他干什么？今天被我们开除了。他说了句奇怪的话，说明天总公司见。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开除了？刘主任的声音明显提高了8度。谁决定开除他的？王部长被这个反应吓了一跳。是公司领导决定的，说他违反了公司规定。电话那头传来了急促的翻页声，似乎在查找什么资料。建军，你们公司明天有人要到总公司来吗？刘主任问道。明天？我不知道啊。王部长越来越慌了。老刘，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能多说。你明天最好早点到公司，可能会有情况。刘主任说完就挂了电话。王部长拿着电话发呆。刘主任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一个普通员工被开除，为什么会让总公司的人事主任如此紧张？他开始回想这半年来与林峰的所有接触。工作汇报时，林峰总是能够准确地指出一些数据的问题。部门讨论时，他偶尔会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但从不过分表现。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似乎对公司的运营情况了解得异常深入。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浮现在王部长的脑海里：林峰会不会不是普通员工？当晚，王部长彻夜难眠，刘主任的话在他耳边反复回响：你明天最好早点到公司，可能会有情况。到底会有什么情况？他开始回想这半年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地方出问题？有没有什么违规操作？越想越觉得心虚。作为业务部长，他确实在一些项目上有些灰色操作，但这在国企里很常见，应该不至于被总公司知道。但如果林峰真的不是普通员工，如果他一直在观察，在记录，王部长不敢再想下去。第二天一早，王部长就赶到了公司。刚进办公楼，就看到保安老张在门口等着。王部长，
总公司来电话了，让您上午9点准时到总公司开会。老张的表情很严肃。总公司开会，王部长的心跳开始加速。昨天林峰说的明天总公司见，难道真的要实现了？知道是什么会议吗？王部长问道。不知道，只说是紧急会议，公司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王部长看了看时间，8点钟，还有1个小时。他赶紧回到办公室，开始回想这段时间以来部门的工作情况，但越想越觉得不安。那些他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事情，现在都成了心理负担。8点40分，公司的专车来接他们去总公司，车上坐着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知道今天开什么会吗？财务部张经理小声问道。不知道，通知得很突然。人事部李主任摇头。会不会和昨天林峰的事情有关系？有人提到了这个名字，车里瞬间安静了，大家都想到了昨天那句明天总公司见。王部长坐在角落里，手心开始出汗。他想起了昨天林峰收拾东西时的情景，那个黑色的文件夹被小心翼翼地放在纸箱最底层。当时他还觉得奇怪，一个普通员工能有什么重要文件？现在想起来，那个文件夹里会装着什么？9点整，专车到达了华远集团总公司大楼。这是一座30层的现代化办公楼，代表着这个国企的实力和地位。他们被引导到了18层的会议室。王部长跟着其他人走进去，心情忐忑不安。会议室很大，能容纳20多人开会，但此刻里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准备材料。各位请先坐，会议马上开始。一个工作人员指了指会议桌，王部长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环顾四周。会议室的布置很正式，主席台上放着华远集团的标志。这样的布置通常意味着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9点5分，会议室的门再次打开，几个穿着正装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有威严。各位同志，上午好。中年男人走到主席台前。我是集团纪委书记陈志强。纪委书记，王部长的腿都软了。陈书记继续说道，今天叫大家来，是因为我们接到了一些举报，涉及到华远分公司的经营问题。经过初步了解，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调查的情况。举报，王部长的心跳得更快了。在座的各位都是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希望大家能够如实反映情况，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陈书记的语气很平静，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又一次打开了。王部长机械地转过头，想看看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进来。门口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人穿着深灰色的正装，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正是昨天他亲眼看着被开除的林峰。林峰走进会议室时，表情平静而专业。他径直走向主席台，在陈书记身边的位置坐了下来。王部长感觉天旋地转，昨天还在收拾个人物品的普通员工，今天却坐在了纪委书记的身边。更让他震惊的是，林峰看到他们这些分公司的负责人时，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完全没有任何意外或者尴尬的表情，就像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陈书记看了一眼林峰，然后对在座的众人说，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集团纪委监察3处的。王部长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监察3处，那是专门负责内部调查的部门。林峰打开了手中的黑色公文包，
取出了一叠厚厚的文件。王部长瞪大眼睛看着那些文件，突然意识到，那很可能就是昨天林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的那个神秘的黑色文件夹里的内容。一个可怕的真相开始在王部长脑海中浮现：林峰从来就不是什么普通员工。这半年来，陈书记敲了敲桌子，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详细的调查报告。林峰站了起来，他的声音清晰有力。经过半年的深入调查，王部长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半年的调查，那意味着从林峰入职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但林峰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这半年来到底掌握了多少秘密？那些违规操作真的全部被发现了吗？林峰站起来时，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寂。王部长紧紧盯着这个昨天还被自己嘲笑的小职员，现在却要向纪委书记汇报什么调查结果。陈书记，各位同志，林峰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我是集团纪委监察3处副处长林峰。过去半年，我以普通员工身份进驻华远分公司，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副处长王部长感觉血液都凝固了，这个他一直轻视的年轻人，竟然是集团纪委的副处长级干部。林峰继续说道，根据群众举报和上级指示，我们对华远分公司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经过半年的取证工作，现在向组织汇报调查结果。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夹，那正是昨天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的黑色文件夹。王部长现在终于明白，那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了。华远分公司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林峰翻开第1页材料。第一，在工程项目招标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第二，虚列支出项目，挪用公司资金进行个人投资。第三，与供应商之间存在不当利益关系，收受回扣和好处费。每说出一个问题，王部长的脸色就更白一分。这些不是泛泛的指控，而是有具体指向的。王建军同志，林峰的目光直接看向王部长。关于去年底天成工程项目的招标过程，你有什么要说明的吗？王部长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天成项目确实存在问题，当时他为了让关系户中标，在招标文件和评分环节都做了手脚，但这件事做得很隐蔽，林峰怎么可能知道？林峰继续翻页，这是天成项目招标过程的详细记录，包括招标文件的修改过程、评委会的讨论记录，以及相关的资金流向。他递给陈书记几份文件，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整个招标过程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中标结果早已内定。王部长的手开始颤抖，这些资料他从来没有见过，但从林峰的描述来看，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还有这个，林峰又拿出一个录音设备，这是王部长与华泰建设公司李总的谈话录音，时间是去年11月15日下午3点17分。录音，王部长想起了那次谈话，当时他确实对李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办公室里明明只有他们2个人，怎么会有录音？林峰按下播放键，录音设备里传出了清晰的对话声：李总，这个项目肯定是你们的，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是王部长的声音。王部长，那招标程序是要走的，但结果你放心，事后你们一丝一丝就行。
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录音设备里传出来，王部长彻底崩溃了。这段对话如果公开，他就彻底完了。王部长，你对这段录音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林峰问道。王部长低下头，声音颤抖地说：我当时只是什么？陈书记严厉地问道。我承认确实存在违规行为，王部长最终说道。林峰点点头，继续翻阅材料。除了天成项目，还有其他几个项目也存在类似问题。王部长，你在中国银行开设的那个私人账户，去年下半年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请问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什么？私人账户。王部长心里一凉，那个账户是他专门用来收受回扣的，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也被发现了。林峰从文件夹里取出几张银行流水单，根据我们调取的银行记录，这个账户在去年7月到12月期间，共有5笔大额转账，总计78万元，而这些转账的时间都与相关项目的中标时间高度吻合。78万，王部长知道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这说明林峰掌握的不仅仅是表面证据，而是详细的财务记录。王部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陈书记问道。王部长彻底绝望了，面对如此详细和准确的证据，任何狡辩都是徒劳的。我全部承认。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其他几个部门负责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证据会如此确凿。林峰合上文件夹，王建军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数额巨大。同时，在我们调查过程中，你还试图阻挠调查工作，昨天无故开除调查人员，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违纪行为。原来昨天的开除事件也是证据之一。王部长这才明白，昨天的一切都是林峰预料之中的，甚至可能是故意引导的。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林峰详细汇报了调查结果，除了王部长的问题，还涉及到财务部门的账目造假、采购部门的回扣问题等，每一个问题都有详细的证据支持，每一个数字都准确无误。在座的几个部门负责人，除了2-3个确实清白的，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其中。各位同志，陈书记最后总结道，华远分公司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会议结束后，王部长等几个涉案人员被带走接受进一步调查，其他人虽然暂时没有被调查，但都被要求配合后续工作。林峰收拾好文件，准备离开会议室，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会议室，想起了昨天王部长问他职位时的情景。明天你就知道了。这句话现在终于得到了完整的回答。当天晚上，华远分公司发生了巨大震动。王部长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公司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担心会被牵连其中。林峰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办公室，集团纪委监察3处。这是一间朴素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党章和相关的法规条文。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这次调查行动的总结报告。回顾这半年的卧底生活，确实不容易。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他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既要完成调查任务，又不能暴露身份。每天看着违法行为在眼前发生，却不能立即制止，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最困难的是心理压力，
看到国有资产被侵吞，看到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为了收集更完整的证据，为了一网打尽所有违法人员，他必须忍耐，必须等待最佳时机。林峰想起了王部长昨天的表现，当得知被开除时，王部长脸上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这个碍眼的员工了。殊不知，他赶走的正是掌握着他所有罪证的人。明天总公司见。这句话对王部长来说不是约定，而是审判的预告。1周后，调查结果正式公布。王部长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他相关人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这起案件在整个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林峰也因为出色完成这次调查任务而受到了上级表彰，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荣誉，而是通过这次行动，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保护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后来的一次内部总结会上，陈书记对这次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林峰同志的这次卧底调查，为我们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通过深入一线、长期观察，我们能够掌握更真实、更全面的情况，从而精准打击腐败行为。林峰在会上发言，这次行动让我深刻体会到，腐败分子往往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如果用常规的调查方法，很难获得确凿证据，而卧底调查的方式能够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获得第一手资料。但是他话锋一转，卧底调查只是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这起案件后来被写进了集团的警示教育教材，而林峰那句明天你就知道了，也成为了这个案例中最具戏剧色彩的细节，被反复提及和分析。对于王部长来说，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自以为可以呼风唤雨的部门负责人，到阶下囚，仅仅用了1天时间。而对于林峰来说，这句话代表着正义的力量。虽然正义有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他的使命就是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华远分公司在经历了这次震动后，进行了全面的整改，新的管理制度被建立起来，监督机制得到了加强，公司的经营逐渐走上了正轨。这个案例也为其他分公司敲响了警钟，许多企业主动开展自查自纠，清理内部的违规问题。集团总部也决定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定期派遣纪检人员进行暗访调查。在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每一次成功的行动都是对腐败分子的有力震慑，每一个案例都是对清正廉洁的有力宣示。林峰的这次卧底调查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成功，更是整个反腐败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和探索。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方法和不懈的努力，任何腐败行为都将无所遁形。正如林峰在总结报告中写到的那样，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才能真正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那句看似普通的明天你就知道了，也成为了正义力量的宣言，提醒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